2025年4月20号是复活节，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用来纪念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的第3天复活。前教皇方济各在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会面后不久，出现在了圣伯多禄广场，为前来观礼的这些民众祈福。然而，就在第2天，方济各在他位于梵蒂冈城圣马尔大之家的住处享寿88岁。他的去世原因是因为中风以及随后发生的心脏衰竭。方济各的葬礼在2025年4月26号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随即就安葬在罗马圣母大殿。老教皇的这个葬礼过后，天主教不能群龙无首新教皇的选举就得立刻提上日程。梵蒂冈的当地时间2025年5月8号傍晚7点10分左右，西斯汀教堂屋顶上的烟囱终于冒出了白烟。这冒黑烟的意思就是这一轮的选举没有选出，票数不够，还得继续选。冒白烟就是公告天下，终于达成一致了。133名枢机主教投票选出了新教皇。当天，梵蒂冈就宣布，来自美国的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当选了第267任天主教教皇，成为利奥14世。他是史上首位来自美国的教皇。当川普得知新教皇是美国人之后，他非常激动就跑到白宫外面和记者就说这是非常大的荣幸，他希望与这位新教皇会面。去年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川普被暗杀的时候，子弹擦耳而过他不仅捡回一条命，而且因此获得了天选之人的追捧的说法而他现在，你看，距离上任还没有多久，新选出来的教宗居然头一次来自于美国。我想，此时的川普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周围是不是围绕着神迹一般的能量在帮助他？也有人就评价说，正是老教皇方济各的去世帮助了乌克兰让川普对俄乌的政策重回了正常轨道。因为川普当时在方济各的葬礼上就目睹了他走进教堂的时候没有人鼓掌，但是当泽连斯基进来的时候，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并且把本应坐在3排之后的泽连斯基安排放在了第1排，这就让川普彻底看清了世界的人心所向，从而才在最近的政策中弃俄援乌，快速和乌克兰达成了矿产资源合作，并对俄罗斯发出了更为强硬的停火要求。现在全世界14亿的天主教徒迎来了新的领袖，利奥14世当天登上了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他以愿你们平安为开场白，发表了第一次就任教皇后的演讲，称人们永远需要永远处于和平之中，希望教会能贴近那些受苦的人们。La pace sia con tutti voi. Fratelli, sorelle carissimi, questo è il primo saluto del Cristo risorto, il buon pastore che ha dato la vita per il gregge di Dio. Anch'io vorrei che questo saluto di pace entrasse nel vostro cuore, raggiungesse le vostre famiglie, a tutte le persone, ovunque siano, a tutti i popoli, a tutta la terra. La pace sia con voi. 完整演讲视频我会放在节目最后。大家好，我是大王。很多众人对教皇如雷贯耳，但其实又不太了解教皇。今天我就来谈谈新教皇是如何选举出来的，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位，又拥有怎样的影响力？教皇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的案例有哪些？以及刚去世的教皇方济各在任职期间的主要成就？教皇的不同国籍又会对教廷和世界有怎样的影响？最后再聊聊这位来自美国的新教皇的教宗的简介，他的名号利奥14世名字的含义，他的美国党派政治身份是什么？他对川普政策的不满，以及他对美国和川普的潜在影响。近几年有2部关于教皇选举的影片，质量非常高都是奥斯卡影帝主演的，这2部我都看了一部叫做《教宗的继承》，2019年出品，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乔纳森主演。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讲的就是教宗本笃16世在2013年2月28号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后，由115位具备资格的枢机主教在同年的3月12号又进行了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经过5轮选举之后，
后，枢机团选举出了贝尔格里奥作为新任教宗，名号为方济各，也就是刚刚去世的那位老教皇。这个事件被称为是近2000年以来最戏剧性的皇权交接事件之一。另外补充一点后续就本笃16世在2013年正式卸下了教宗职务之后，还住在梵蒂冈。他住在梵蒂冈的教会之母修道院，每月可以领2500欧的欧元退休金。2022年的12月31号，本笃16世在他的住处去世，享年95岁。那电影《秘密会议》则是另一部虚构的影片奥斯卡影帝伏地魔的扮演者拉尔夫·费因斯来主演。这部电影就围绕原教皇去世之后封闭举行新教皇选举而展开。不想看剧透的，请快进1-2分钟。这部影片就全面演绎了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是怎么展开的其中呢，多个主教人物非常性格鲜明，上演了一出权谋宫斗剧，展示了在投票期间就互相诋毁泼脏水各种攻坚战。最后胜出的是一位非常出人意料的神秘的候选人，这个人甚至不在最开始的那个候选名单上。影片最后还有一个超级反转。就这位新选出来的教宗英诺森14居然有子宫和卵巢是双性人。他虽然出生时候被认为是男性，并一直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但后来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具有女性的生殖器官。更多的影片内容我就不展开讲了这部影片就非常炸裂，所以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争论。但是影片的质量还是挺高的那以上2部电影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说回这教皇的选举教皇呢是通过秘密选举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太庙议政，不是普选，而是精英层面决定的内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全球的枢机主教聚集在梵蒂冈，然后一起来投票选出新教皇。这个选举过程就非常的神秘，直到选出新教皇之前外界什么信息你是都收不到的。唯一的信号就是如果你看到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白烟说明新教皇已经产生了；如果冒黑烟，就是选举失败了一次，要继续选。想知道更多细节的小伙伴就可以去看我刚才提到那部电影《秘密会议》按照这个选举惯例，只有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枢机团超过2/3的枢机主教选举了同一个人，这个枢机主教才能成为新的教宗在选举秘密会议举办期间，就为了避免外部的游说，并且确保这红衣主教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这个秘密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者和外界要完全隔绝，他们被禁止与过程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交谈或者阅读媒体报道或者接收什么信息。公众唯一能得知会议进程的途径就是那个烟囱。2025年的5月7号，那来自5大洲的133位枢机主教就开始进行秘密选举了，就要选新一任的教皇。但当天呢，就首轮选举没有结果。西斯廷教堂烟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就冒出了黑烟。当地时间的8号，133位枢机主教开始第2天的秘密会议，但在上午的11点50分左右，西斯廷教堂烟囱又冒出了黑烟，这就标志着前2轮投票都没有结果。枢机团稍事休息之后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30分开始了下午的2轮投票。就在大家都以为第2天选举也不会轻易出结果的时候，枢机主教们在秘密会议的第4轮选举的时候，烟囱终于冒出了白烟，选出了新教皇。美国人普雷沃斯特就被选出来了，他选择的教宗名号是利奥14世，他是自1900年以来第5位在秘密会议2天之内选出的教皇。当选后大约1个多小时，执事级的首席枢机主教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用拉丁语宣布新教宗的姓名以及名号。随后教宗登上了中央阳台，向信众致意及讲话，并给予信众首个祝福，也就是降福罗马城和全世界。教皇也叫罗马主教，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被认为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拥有普世牧首的头衔。换句话说，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就是他一提到教皇呢，大家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梵蒂冈白袍圣彼得大教堂，还有那句耳熟能详的上帝的代理人。那对于不太了解天主教的中国人，怎么来理解教皇的地位以及选举新教皇的这个重要性呢？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它最高领导人的更换，因为教皇是全球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象征，还掌握实实在在的治理权力比如任命全球的主教指导教会的教义方向，
发表影响深远的政策文件。虽然教会它不像一个国家那样拥有军队和经济体系，但天主教会本身它也是一个跨国的超大组织。梵蒂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权威性来说，教皇的地位就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主席加中共中央总书记加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一个综合体，是天主教的定海神针，也相当于美国这样国家的美国总统啊。不过领导人呢，像各个国家都一般有任期的限制，但教皇啊是终身制，一旦选上就是干到去世。当然现在啊也允许退休，比如前面提过的本笃16世啊，就是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了。那么这个职务是怎么来的呢？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根据天主教的传统，耶稣的12门徒之一圣彼得被视为第一任教皇。圣彼得据说殉道于罗马，并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会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罗马的主教在后来逐渐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过教皇的这个实权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哈。早期啊，基督教会是分散的，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教廷的国教，教皇的地位就开始上升了。但真正让教皇啊达到巅峰的时候是中世纪，那时候的教皇啊，他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巨头啊，甚至能够左右欧洲的国王。比如11世纪这个亨利4世赎罪事件，德国皇帝亨利4世为了得到教皇的赦免，他不得不在雪地里跪了3天3夜，这就是教皇权力的高光时刻。再说到教皇的管辖范围，别看梵蒂冈城只有0.49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是啊，天主教徒的信徒啊，它遍布全球。目前全球大概有14亿天主教徒，都视教皇是最高精神领袖。而且这些天主教徒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但教皇的全球影响力，它主要是软实力方面的，比如啊，发出宗教上的一些指导方针啊、道德上的声明啊、社会议题等等评论啊等等。而各国的地方教区就像诸侯一样，很多事务啊都是由主教们自行来管理。梵蒂冈并不做过多的过问。不过在梵蒂冈城内就不一样了，这里虽小，但治理结构非常严格。教皇在梵蒂冈城内啊，行使了绝对的权力。总结来说，教皇他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更是信仰的象征。他的立场、讲话和决策，直接会影响到信徒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议题的一个态度。所以，虽然梵蒂冈是一个微型国家，但它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保持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新教皇上任，通常就会带来新的外交风格和战略，比如重视环境保护啊、难民问题啊、国际和平或者人权议题，包括这次的俄乌战争啊，他们都会产生影响。这都会对全球的外交的话语权啊、道德立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就会密切关注新教皇的表态，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公义、冲突调解等问题上。这也是为什么历任教皇的葬礼上，几乎全球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去现场。不同的教皇风格也会很不一样比如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新教皇呢，如果偏向于开放，他就有可能推动天主教会在同性恋堕胎、女性地位等敏感议题上采取一些更宽容的态度。反之如果是保守派，可能就会收紧教义。这不仅仅会影响信徒，也会影响全球社会文化的讨论的氛围。不过教皇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打工人，他的任务非常繁重，要管理教会事务，出访各国，发表讲话维护全球信徒的团结，同时还要应对各种棘手的社会和宗教问题，比如同性婚姻、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等等那现在的教皇呢，既得是一个虔诚有主见的宗教领袖，又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家。总之，教皇这个职位，它的历史充满了权力斗争、宗教改革、外交博弈，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中世纪，教皇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事件就是1095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绝对是教皇影响历史走向的经典事件。1095年，教皇乌尔班2世在法国克莱蒙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号召基督徒武装东征，收复耶路撒冷。这个呼吁直接点燃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火种，改变了中世纪欧洲和中东的政治版图，也深远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教皇的这次演讲，可能就不会直接发动这次第一次东征。这次行动，它不仅是一次宗教战争，也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
教皇就通过影响力的落地，把教会的权威推到了中世纪的巅峰。第二个案例是关于著名的赎罪券，这个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时间来到1517年，教皇雷奥十世在世的期间，教廷的腐败和奢侈达到了高峰，他就批准就卖这个赎罪券来筹款修复圣彼得大教堂。这个举动就直接激怒了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后者就发布了95条论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背过历史书的应该都记得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是吧？当时都背得很头疼。这场运动就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新教的诞生，天主教会也被迫进行反思和改革。可以说，雷奥十世著名的赎罪券行为，他就无意中推动了欧洲宗教和社会的大变革。时间来到20世纪，教皇对于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保罗二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皇之一。他作为波兰出身的教皇，他公开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坚定反对共产主义。他的支持就直接影响了大量的波兰民众，从而间接影响了整个东欧的社会演变过程。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他的存在是促成冷战结束、东欧政治版图发生巨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说说刚去世的教皇方济各，他2013年上任，到今年去世的时候，他在任时间不算太久，但他已经在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我讲2个例子，一个是他对边缘群体和社会公益的关注。方济各特别强调关心穷人、难民、移民。他曾经多次前往移民安置营地慰问难民，并且公开批评世界上对移民问题的冷漠。比如2016年，他访问希腊莱斯波斯岛时候，带了12名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到了梵蒂冈居住这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也展示了教会以身作则的态度，呼吁全球关注弱势群体。第二个例子就是对教会性侵丑闻和改革的应对。经常看美国电影的人肯定都看过关于教会的性侵案件改编成的电影面对长期困扰天主教会的这个性侵丑闻，方济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召开全球主教会议，专门讨论儿童保护问题，推出更严格的问责机制，以及发布“你们是世界的光”法令，要求全球教区必须报告性侵案件。他虽然因为改革力度还不够大，受到了一些争议，但他绝对是推动教会正视和处理这个问题最积极的教皇之一。历史上绝大多数教皇都来自于意大利，尤其是中世纪的时候，几乎清一色全是意大利人。这很自然的，因为梵蒂冈本身就在罗马，意大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让他们在教会内部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现在，源自古罗马的拉丁语仍旧是天主教会的正式语言，经常就用于教宗颁布正式的教令文告，在一些庄严的宗教仪式里面，还得用拉丁语来发表讲话那到了20世纪，教皇的国籍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1978年，约翰保罗二世成为近500年来首位非意大利籍的，他是波兰人就刚才讲过了。他可不仅仅是国籍不同这么简单他的当选当时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象征了教会全球化的开始，不再是意大利人的内部事务。而且前面的例子我讲过，这对中欧国家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冷战期间，作为波兰人，他用教皇的名义支持东欧的政治运动就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再比如现任的教皇方济各，他是阿根廷人，也是史上第一位来自美洲的教皇，这同样意义非凡，他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崛起，象征天主教会会更加关注南美非洲等等发展中的地区。方济各上任后特别强调贫困问题、社会公益、环境保护，这和拉美教会长期关注的解放神学理念是契合的。所以说，教皇的国籍它不仅仅是一个出身，它往往影响着教会的政策重心、全球议题的优先级，甚至可能就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格局所以每当一位新教皇诞生的时候，外界都会非常的关注。你看他来自哪里他会带来怎样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在这背后呢，又隐藏着教会未来的方向和全球重心的一个变化。新教皇罗伯特·普雷沃斯特1955年出生于芝加哥，曾在秘鲁担任主教，同时拥有秘鲁的国籍。2023年被方济各调回到梵蒂冈，出任主管全球主教任命事务的权力重臣，也就是组织部部长。他当选为教宗其实是爆了个冷门，就连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他。由于美国在全球政坛的影响力，选举一个美国人当教皇其实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禁忌。但普雷沃斯特因为长期他工作在拉丁美洲，以及他同时拥有的秘鲁国籍，最终让他成为了折中的理想人选。在天主教传统中，新当选的教皇会选择一个教宗的名号这个传统呢就源自于公元6世纪。教皇的名号通常来自于圣经人物前任教皇或者其他的圣人，
以表达对他的精神遗产的敬意，并象征新教皇希望在任期内继承和发扬的价值观或者改革方向。那新选出的新教皇，他引用的就是利奥，是教皇历史上使用次数最多的名号之一啊。之前已经有13位教皇使用过，所以啊，他被称为14世。这个名号的象征意义包括，首先他会仿效利奥一世在当今多元化和世俗化的背景下，就可能强调维护教会教义的纯正，捍卫信仰的统一，然后又会向利奥13世致敬，表达对社会正义传统的继承和重视。历史上还有多位利奥教皇呢，也很具备有改革精神，就很可能预示啊，新教皇将会推动教会啊在教义管理和社会参与方面的现代化的一个改革。总之啊，利奥14世这个名号表达了对历史的致敬，以及对未来教会方向的一种宣示。概括来说，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教会应对当代挑战的决心，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那作为美国人的教皇，他也是一位注册的共和党人，他还在2024年的大选中投票了啊，但他投给谁，目前没有人知道。不过啊，他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的反对是非常公开明确的。你看上个月他就转发了一条推文，内容啊是对川普政府不正当驱逐移民政策的一个谴责。上面他就写道：你们难道看不到苦难吗？你们的良知难道没有受到触动吗？你们怎么能保持沉默啊？一连串的反问。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还分享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副总统万斯对于驱逐移民出境这个政策的支持，以及美国对待移民的方式。同时，他还分享了一篇题目是“万斯错了”的文章，说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给对他人的爱排个等级。总之，很显然，新教皇对于川普内阁目前主要是批评的态度。那接下来说说新教皇对于全球的影响。首先啊，这肯定是一个历史时刻哈，美国首次有了新教皇，这也让川普格外兴奋，也让很多美国人自豪感爆棚。虽然美国一直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在天主教会的这个全字金字塔里面，美国过去常被认为是外围的国家，这次直接冲上顶层，无疑会让美国7000多万的天主教徒倍感荣耀。有人预测，这可能会让天主教的美国化加速。新教皇在美国成长，深受美国式的价值观的影响，比如个人主义啊、自由精神和务实的风格，就很可能会在教会的全球政策中获得更多的体现。全球教会啊，重心有可能进一步会西移。此前呢，方济各他是来自于阿根廷，象征教会向全球南方倾斜。而现在呢，利奥14世来自美国，那可能会让北美地区的影响力增强。不过他的秘鲁身份又可能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折中的平衡，所以他是一个折中人选。他的美国和秘鲁的双重身份，就让很多人预测他可能会在全球社会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更聚焦于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比如性别议题、科技伦理，还有宗教自由问题等等。在国际外交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既是世界警察，现在呢又饱受争议。现在全球14亿的天主教信徒啊，精神领袖，现在居然又是美国人了，这会让教会在国际关系中会必须更加谨慎，避免被视为美国的附属或者工具。利奥14世很有可能就需要在保持独立性和无法回避的美国背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时候，他的秘鲁国籍的身份和长期在南美的工作经历其实是最大的加分项，也让他成为了最后被选为折中理想人的关键因素。那新教皇的选出肯定是今年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之一，甚至可能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一时间表达了祝贺，他盼望梵蒂冈继续在道义与精神层面支持乌克兰，以恢复正义，实现和俄罗斯的持久和平。希望啊，这个世界在迎来新教皇之后，就像利奥14世第一次演讲的主题那样，真正能迎来和平和美好的一年。本期就讲完了。La pace sia con tutti voi. Fratelli, sorelle carissimi, questo è il primo saluto del Cristo risorto, il buon pastore che ha dato la vita per il gregge di Dio. Anch'io vorrei che questo saluto di pace entrasse nel vostro cuore, raggiungesse le vostre famiglie, a tutte le persone, ovunque siano, a tutti i popoli, a tutta la terra. La pace sia con voi. Questa è la pace di Cristo risorto.
una pace disarmata e una pace disarmante, umile e perseverante. Proviene da Dio, Dio che ci ama a tutti incondizionalmente. Ancora conserviamo nei nostri orecchi quella voce debole ma sempre coraggiosa di Papa Francesco che benediva Roma. Il Papa che benediva Roma dava la sua benedizione al mondo intero, quella mattina del giorno di Pasqua. Consentitemi di dar seguito a quella stessa benedizione. Dio ci vuole bene, Dio vi ama tutti e il male non prevarrà. Siamo tutti nelle mani di Dio. Pertanto, senza paura, uniti, mano nella mano con Dio e tra di noi, andiamo avanti. Siamo discepoli di Cristo. Cristo ci precede. Il mondo ha bisogno della sua luce. L'umanità necessita di Lui come il ponte per essere raggiunta da Dio e dal suo amore. Aiutateci anche voi, poi gli uni gli altri, a costruire i ponti con il dialogo, con l'incontro, unendoci tutti per essere un solo popolo, sempre in pace. Grazie a Papa Francesco. Voglio ringraziare anche tutti i confratelli cardinali che hanno scelto me per essere successore di Pietro e camminare insieme a voi come Chiesa unita, cercando sempre la pace, la giustizia, cercando sempre lavorare come uomini e donne fedeli a Gesù Cristo, senza paura, per proclamare il Vangelo, per essere missionari. Sono un figlio di Sant'Agostino, agostiniano, che ha detto: con voi sono cristiano e per voi vescovo. In questo senso possiamo tutti camminare insieme verso quella patria la quale Dio ci ha preparato. Alla Chiesa di Roma un saluto speciale. Dobbiamo cercare insieme come essere una Chiesa missionaria, una Chiesa che costruisce i ponti, il dialogo, sempre aperta a ricevere, come questa piazza con le braccia aperte, a tutti coloro che hanno bisogno della nostra carità, la nostra presenza, il dialogo, l'amore. Y se me permiten también una palabra, un saludo a todos aquellos, y en modo particular a mi querida diócesis de Chiclayo en el Perú. Donde un pueblo fiel ha acompañado a su obispo, ha compartido su fe y ha dado tanto para seguir siendo iglesia fiel de Jesucristo. A tutti voi, fratelli e sorelle,
di Roma, d'Italia, di tutto il mondo. Vogliamo essere una Chiesa sinodale, una Chiesa che cammina, una Chiesa che cerca sempre la pace, cerca sempre la carità, cerca sempre di essere vicino specialmente a coloro che soffrono. Oggi, il giorno della supplica alla Madonna di Pompei, nostra Madre Maria vuole sempre camminare con noi, stare vicino, aiutarci con la sua intercessione e il suo amore. Allora vorrei pregare insieme a voi. Preghiamo insieme per questa nuova missione, però per tutta la Chiesa, per la pace nel mondo, e chiediamo questa grazia speciale di Maria, nostra Madr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il Signore è con te. Tu sei benedetta fra le donne, e benedetto è il frutto del tuo seno, Gesù. Santa Maria, Madre di Dio, prega per noi peccatori, adesso e nell'ora della nostra morte. Amen. Il Santo Padre Leone, a tutti i fedeli presenti e a quelli che ricevono la sua benedizione a mezzo della radio, della televisione e delle altre tecnologie di comunicazione, concede l'indulgenza plenaria nella forma stabilita dalla Chiesa. Preghiamo Dio Onnipotente perché conservi a lungo il Papa a guida della Chiesa e conceda pace e unità alla Chiesa in tutto il mondo. Sancti Apostoli Petrus et Paulus, de quorum potestate et auctoritate confidimus, ipsi intercedat pro nobis ad Dominum. Amen. Precibus et meritis Beate Mariae semper Virginis, Beati Michaelis Arcangeli, Beati Ioannis Baptiste, et Sanctorum Apostolorum Petri et Pauli et omnium Sanctorum, misereatur vestri omnipotens Deus, et dimissis omnibus peccatis vestris, perducat vos Iesus Christus ad vitam aeternam. Amen. Indulgentiam, absolutionem et remissionem omnium peccatorum vestrorum, spatium vere et fructuose penitentiae, cor semper penitens, et emendationem vitae, gratiam et consolationem Sancti Spiritus, et finalem perseverantiam in bonis operibus tribuat vobis omnipotens et misericors Dominus. Amen. Et benedictio Dei omnipotentis,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descendat super vos et maniat semper.